美军最新核攻击潜艇马萨诸塞号下水，这是弗吉尼亚级第4批次的7号舰，在2023年进行命名仪式，在2月23日完成了下水仪式。马萨诸塞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最终建装，准备展开海试。而且从2024年开始，美国海军就将采购第5批次的弗吉尼亚级。问题来了，弗吉尼亚级到底强在哪儿？第5批次的强化版本又有什么用？马萨诸塞号依旧是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建造，造价28亿美元，也是第25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有意思的是，美国是唯一一个只有核潜艇没有常规动力潜艇的国家，而按照美国海军的规划，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将取代洛杉矶级，成为美国海军21世纪的舰艇主力。问题来了，弗吉尼亚级到底强在哪儿？弗吉尼亚级的来源，相信各位都很清楚，新型攻击潜艇计划的产物，计划替代洛杉矶级。原本这个任务是海狼级的，只是因为这玩意儿太贵了，加上苏联解体，海狼级只建造了3艘，就被取消了后续的建造计划。放弃海狼级，自然需要再推出新型核潜艇，而且为了保证在国会审查时存活，新潜艇的指标大幅度缩水。比如最大潜航深度为240米，最高航速28节。这样的话，国会是开心了，但海军就要准备骂人了，性能缩水的太多了。最终在1993年，美国海军正式确定新型核能攻击潜艇的计划。虽然也要控制成本，但是 NSSN 并不是一味的降低费用。与之前的海狼级相比， NSSN 最大的区别就是任务。冷战时期的海狼级是专门为大洋水下作战设计的，主要目标就是苏联的弹道导弹潜艇与攻击潜艇，而 NSSN 则是放弃了海狼级的大型舰体、大前身、高航速与高载弹量，要的是实用，强调任务弹性。冷战结束之后，美军的作战重点是地区性冲突，包括近岸操作能力、对地投射能力、接近敌方近海搜集情报以及投放特种部队等等。NSSN 的产物就是弗吉尼亚级，目前已经成为美国海军的潜艇主力，性能也是真的强。因为在近岸环境中，弗吉尼亚级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复杂的海底情况、水下背景杂音干扰、敌方布置的水雷等等，与冷战时期的大洋反潜作战有很多的区别。所以美国海军在弗吉尼亚级的设计中加入了很多之前美国潜艇没有的特点，比如能在杂讯严重的浅海有效操作的声呐系统、水雷侦测，以及多种无人遥控载具的操作能力等等。此外，还有完善的特种部队相关设施，甚至说弗吉尼亚级在浮出水面的时候，还可以发射遥控侦察无人机，完成对陆地目标的侦察，还能实时传输侦察结果。而且弗吉尼亚级的设计过程也与普通的潜艇不一样，海狼级是美国海军第一种在设计建造作业中引进电脑辅助开发工具设计的潜艇，而弗吉尼亚级在这方面更是达到了一个巅峰，建造的速度与准确性大大提升，就算是设计修改作业，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弗吉尼亚级的另一个设计重点就是模块化，通过不同的船段模组可以执行各种任务。当然，如果只有这点，火力军也不会单独把它拉出来聊。弗吉尼亚级模块化的重点是建造，技术起源于海狼级，但是弗吉尼亚级做得更好。在军事方面，潜浪死在沙滩上的情况很常见。在建造过程中，将弗吉尼亚级的舰体分成多个船段模组，每个船段内的管线、装备都已经施工完毕，最后再组合各个船段。比如弗吉尼亚级上的指挥室就是一个独立的舰体模组，通过减震基座与其他船段结合。而传统的潜艇建造方式是在舰体完成之后，在压力壳上切开适当大小的开口，再往里面塞装备。相比较这种建造方式，弗吉尼亚级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舰体切割，任何对压力壳的破坏都会降低潜艇结构的强度。同时，弗吉尼亚级在建造时，舰上的机械、电子设备在装舰前就可以进行测试，这又能缩短建造周期。除了建造期间的创新，弗吉尼亚级的基本设计也很有意思。舰体用的是与洛杉矶级类似的简化型泪滴舰体，首尾轮廓为泪滴形，
中段舰体为单纯的平行管状构造，同时沿用了很多海狼级的研发成果，所以弗吉尼亚级看起来很像海狼级的缩小版。因为舰身比海狼级小，武器载量、速度以及潜航深度也不如海狼级。但是美军技术进步了，通过大型整体化舱段式双层减震浮发技术，使得弗吉尼亚级在舰体尺寸规模缩小的情况下，静音能力与海狼级一样。有消息说，弗吉尼亚级核潜艇的整体噪音大概在90分贝左右，这几乎和海洋背景噪音差不多。而且弗吉尼亚级也是美国海军首次应用大型整体化舱段式双层减震浮发技术的潜艇。美国之前的潜艇用的都是分离式减震浮筏，只将轮机放在减震浮筏上，稍微奢侈一点的就是在部分轮机舱区外加一层外壳，就比如海狼级，空间大就是可以为所欲为，加上2层减震浮筏就变成了3层隔离。而弗吉尼亚级可以对动力系统的噪音、震动进行集中与隔离，降噪效果可达35分贝左右。同时，弗吉尼亚级也是全球首艘采用数位化线传航行操控系统的潜艇。之前的美国潜艇需要4名人员操控航行，但是弗吉尼亚级只需要2个人，舵手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以及类似电玩的操作杆完成，能做出怎样的高难度动作，全靠个人反应力。而且在2017年9月的时候，就有消息传出，美国海军与洛马合作，用 Xbox 游戏的摇杆取代弗吉尼亚级的专业军用摇杆，就比如光电潜望镜的控制设备。在作战性能这方面，弗吉尼亚级也不差。弗吉尼亚级的载弹量属于后期洛杉矶级的水平，鱼雷管只有4门，鱼雷舱容量22枚。而且前2批的弗吉尼亚级也按照改良型的洛杉矶级，在舰首安装了12管战斧导弹发射系统，整体武器的载弹量大约为海狼级的3/4。在电子装备这方面，因为设计比较晚，弗吉尼亚级比海狼级更先进。其中第1、2批的弗吉尼亚级声纳系统就是发展自海狼级的 BQQ10， 而且以往美军海军舰艇只在帆罩前部设置高频主动声纳，用于浅水域或北极冰层下航行的避障，而弗吉尼亚级则在舰首下方与帆罩前端都设置了高频主动声纳，帆罩2侧还有 LCCA 视形阵列来扩大涵盖面，配合电子海底地图，弗吉尼亚级不需要上浮水面就可以探测航道或抵达潜伏攻击位置，大大减少了潜艇被发现的风险。一句话概括就是各种高科技应有尽有。至于弗吉尼亚级与美军以往核潜艇最大的不同就是特战能力。弗吉尼亚级在设计之初就包含了完整的特种作战设施。之前海豹突击队从潜艇上出发时，用的是潜艇原本就有的压力逃生舱，但是每艘潜艇上只有2艘这种逃生舱，每个一次只能让2个人用。而弗吉尼亚级则设计了一个可以同时让9人使用的大型减压舱。同时，为了容纳特战队员，弗吉尼亚级的鱼雷发射舱中部还规划了一个模块化的空间，只需要将鱼雷发射管后面备用鱼雷台架稍加改动，就能在鱼雷台架位置增加一个可容纳40名特种部队人员以及其装备的居住舱，瞬间化身水下出租车，使得弗吉尼亚级能顺利支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特战能力远胜美军以往的核潜艇。而且弗吉尼亚级先天具备连接、搭载特种作战载具的能力，最重要的载具就是诺格在1990年代开始研制的先进海豹部署系统，只是因为技术问题以及预算超支等因素，在2006年就被美国海军终止，换成了美国海军现有的 DDS， 也就是干式甲板换乘舱。值得一提的是，弗吉尼亚级的后续改良型火力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从第3批次开始，美国海军把弗吉尼亚级上面的12个战斧导弹发射器换成了2组多枚发射器，好处就是可以让弗吉尼亚级使用不同的导弹。为了配合 MAC， 诺格还开发了一种能相容于 MAC 的低成本能夹系统，说白了就是一个容器，将各种不同型号可以垂发的导弹封装起来。SACS 在导弹发射出去之前，可以预设延迟的时间，使其浮出水面后一小段时间才会让导弹点火升空。如此一来，弗吉尼亚级就能在导弹发射前远离发射点，避免暴露自己的位置。甚至说 SACS 也能与潜射防空导弹配合，
潜艇在潜水区域时，就可以利用防空导弹攻击敌方低空飞行的反潜巡航器。美国海军已经在新墨西哥白沙测试场利用改装后的 AIM-9X 模拟由一具浮出水面静止发射管点火升空，然后利用红外搜索目标。而且 MAC 的模块化空间也可以把导弹卸下来，换成大型的水下载具，比如大直径水下自航载具或者其他配合海豹的载具等等。不过要说改动最大的还是第5批次的弗吉尼亚级。随着现役核潜艇规模的减少，美国海军就打算增强弗吉尼亚级的火力。在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就正式宣布，在第5批次的弗吉尼亚级上加装一个舱段，内含4个用来装载战斧或者其他特战装备的垂直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以装备7枚战斧，一共可以增加24枚，并且还要保留2个舰首 MAC。也就是说，战斧导弹的携带量增加到了40枚。说实话，难度并不大。弗吉尼亚级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升级。当时美国海军想利用模块化技术，把弗吉尼亚级作为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平台，所以整个潜艇就像贪吃蛇，可以增加不同的舱段。而弗吉尼亚级第5批次增加的舱段被称为 VPM， 长度大约是26米。加完之后，弗吉尼亚级的整体长度将会接近140米，水下排水量超过1万吨，采购成本高达43亿美元。而第5批次的弗吉尼亚级在服役之后，将会替代现役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21世纪初，美国海军考虑到俄亥俄级的前4艘年龄太大，不适合继续执行战备打击任务，就把它们改装成了巡航导弹核潜艇，每艘可以装备154枚战斧。虽然弗吉尼亚级的载弹量不如俄亥俄级，但是灵活性更强，数量更多。同时 VPM 上面也可以搭载尺寸更大的导弹，比如高超音速导弹。美国海军计划从2028年开始就在弗吉尼亚级上部署这种导弹，火力军也很期待弗吉尼亚级第5批次的服役。总的来说，作为美国海军21世纪的潜艇主力，弗吉尼亚级的性能毋庸置疑，无论是火力、电子装备还是最基础的设计，都完美符合美国海军的需求。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弗吉尼亚级强在哪儿？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